好，很开心呢，今天来到德士公司哈，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Deutz-Fahr 德士哈6135C。那6135C 呢有3个版本哈，分别是这个 Power Shift 好前进60档，后退60档。那它在8、9月的时候呢，还会再引进这个 RV Shift 以及这个 TTV 无段变速的部分。那 RV Shift 的话，它就是这个属于全电控了。好，它的大档位跟小档位全部都变电控。那我们今天试驾这一台是 Power Shift Warrior 黑武士版本。好，讲到外观的部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车身尺寸啊，它的车长4.5米，轴距2.48米，车宽2.43米，车高2.86米。那在这个级距当中的话，它的轴距以及它的车长是在众多品牌当中算是比较小一点的。那我们看到车头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的造型一样，它沿袭了他们德士6系列的家族的风格，好像是6230啊、6175G 等等。你看一下他们这些比较新世代的这个车款，他们的整个车头的变得更多的折线，然后去展现出他们丰富的一个流线的造型啊，那也凸显出他们这个锐利，而且很有层次感的那种感觉。我们讲到灯具的部分你看到现在这一台车的话，因为它是黑武士Warrior 版本，那才有这个 LED 的灯，包括我们前面的工作灯，前面的照明灯，以及大灯的部分都是 LED 的。那光它车头前面都已经达到14颗的LED 的白光。这种灯具，那所以说你前面基本上你不需要再去加装 LED 的电灯。那我们近看这个日行灯的部分啊，你看一下它这个就是上面灯条以及下面的灯条绕出了一个眼睛的部分，很锐利的眼睛的部分，所以你在远远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辨识，这一台就是一个德士6135C 的一个车头的部分。它辨识度非常的高，那它这个在远看的部分就很像是一只野兽的眼睛这样瞪着你看那种感觉，非常的霸气，也非常的凶猛。那在车侧的部分的话，除了标它是6135C 的这个机型之外，那如果你是选配 Warrior 黑武士版本，它还有这个名牌在这边。还有，如果说你是有选 RV Shift 或者是你是无段变速的 TTV 的话，下面也还会再标出来。我们讲到轮胎的部分，它的前轮搭载的是 BKT 的轮胎，然后尺寸是340/85R28。后轮的部分的话，一样是 BKT 的那尺寸是420/85R38。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如果说你选的是 Warrior 黑武士版本的话，它还有一个德士的原厂标志在轮毂的部分。好，那我们看到后面灯具的部分一样上面有6颗工作灯，那下面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它是照明。如果我们要照回转离以及回转离后面打过的情况的话，可能还会不够如果是我应该还会再继续加装啦。这个部分的话你加装应该2盏就够了。那包括像它的这个刹车灯以及这个小灯的部分都是属于 LED。好，那我们现在打开引擎，我们看到引擎的部分的话，这一颗引擎是德士的直列4缸柴油涡轮增压引擎，5期环保的。目前这一台是要尿素的。那这一台的排气量是3600cc，额定马力136，最大的增压马力143马力，最大的增压扭力是550牛米。那在后处理的部分的话，一样有 DOC、DPF， 那以及最后的 SCR 的系统，然后达到我们这个5期环保的引擎。那我们讲到涡轮的部分当你在使用 PTO 或者是你行驶超过15公里的时候，那它的这个自动增压就会开启，那增压马力达到10马。好，那我们讲到油压系统的部分的话，这一台的话是90公升的恒定的齿轮泵浦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独立的40公升它的辅助泵浦，那它会供油给转向系统。当你在做同时举升以及转向的过程当中比较不会有抢油的问题。我们讲到举升的部分呢它在举升的这个标准的能力是5吨。那如果说你是选配黑武士的话它的这个举升能力来到7吨。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德士的陈经理来跟我们介绍这一台德士的6135C。大家好，这个6135C 的话，它有分哪几个版本？它目前它是以变速箱来分，像是一般的 Power Shift， 是 Power Shift， 然后 RV Shift，
RV Shift，还有我的不断变速 TTV。TTV 不断变速的部分。对，然后 Power Shift 呢，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半自动半自抬的变速箱。是，我们的主变速是机械按档，但是我们在副变速的部分呢是用那个电子式的电控的部分。电控。对，然后 RV Shift 呢就是更进阶一点啊，是连主控的那个控制都是用电子式。主变速跟副变速都是全电控。对，没错，就是在操作方面会更省力一点。是，对，然后变得会更直觉、更轻松一点。对，没错。你们的 APS 就是你们的自动跳档的功能。对。那我看你们那个自动跳档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微调的旋钮。它是说控制我在什么引擎在转速在什么时候装了下去换挡。可能就是它会依照你的那个转速部分，你可以用那个旋钮去做调整。那可以一个是早一点换挡，一个是晚一点换挡的那种概念。对。那如果说在田间作业的话，其实是比较推荐用 Power Shift 这个版本，会比较好吗？Power Shift 就很够用，因为我们在打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定了一个档位下去工作，然后用副变速按那个副变速的那3速去做微调，是快一点，主硬一点就慢一点，然后主慢一点快一点，就是做微调。所以大部分台湾的作业其实用 Power Shift 就很够用。当然，如果你想要驾驶的体验好一点，不想要很常去动手去推那个主变速杆，我可以选择 RV Shift， 我就开起来更轻松一点。其实我也蛮推荐用 Power Shift 这个版本，主要是因为它的变速的那个细腻度更多，速变得更多，然后可以更容易去匹配我们台湾的回转力，可能齿数的配比跳的差比较多的状况之下，可以靠车速来做一个搭配。没错，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没错。好，那我们这一台呢是黑54 Warrior 版本，介绍一下说关于这一台车的一些标准的一些配备。标准配备的，首先它跟一般版本最差的，它是全车 LED 灯，全车 LED 灯。对，它的前后车顶它的灯是旋满，就是每个位置都是塞到最满的状态。对，我看刚光前面啊，车头前面就有4颗工作灯，不包含方向灯哦，就有14颗了。但是包含后面的部分呢，它的那个车顶部分就是旋满的状态。是，然后它的每一颗都是换成 LED 灯，而且是白光。没错。所以是在你在夜间的时候呢，工作可以有更好的照明效果。然后呢，它的 Warrior 所以它的代表它的车身就是选择黑色的，黑色，对，它是整个做黑色配色。然后在举升方面呢，7000公斤的那个举升，是应付一些比较大型的农具是有帮助的。德式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它就是用颜色来区分全部的整车的操作。用颜色？对，它是用颜色。你可以看到有橘色、绿色、蓝色、黄色。对，橘色的部分呢，就是这台车全部的行驶、有关行驶、变速箱、引擎都是橘色。动力的部分？动力的部分，对。蓝色的部分就是外部油压。外部油压？外部油压就是我的，你看这3根机械式的，是一个是有分配的，然后一个它可以切1跟2，对，1、2、3，按下去就是4，这个就是第5组。OK， 对，这些快速上升下降，然后我的微调，我的微调每一个，我的那个微调速度、微调高度，然后有没有打后轮打滑，还有那个拉力，我觉得脱离的相关的，对，全都是绿色的。是我们 PDO 解锁，还有 Auto PDO。我的 PDO 举到一定的高度，我的后举升举升一定的高度，我 PDO 自己关掉，会自己关。对，它方向盘的调整是用旋转式的，对，旋转，用旋转，把它转开之后，它可以上下做调整。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调整它的整个的，依照我们自己的身高去做调整，对，角度的不同，角度，对。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 Warrior 版本标配的这个冰箱的部分。那在这个级距，这个马力级距里面有附这个原厂的这个冰箱的，其实蛮少机种的。对，你在它这边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放冰箱的底座，是。然后这边还有它电，这个直接定量的电源就由这边的那个点烟器是提供。对，然后还有附背带，所以我在
我在下车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背着下去。哦，它可以带着走，就是可以带着走，它不是固定在车上。了解，这个相对方便。新的机种它的驾驶舱跟引擎那边，它其实做蛮大，距离有稍微拉开，所以它的引擎噪音不会直接传导到车上。是对，所以而且它在这个新型的驾驶舱里面呢，它这针对隔音的部分有做加强，而且它座舱的部分的话，支架还有做这个减震的这个技术。对，没错。所以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的舒适。没错。它只要是放杯子的地方，它就可以放进去，然后旋转一下，它就可以固定。这个是原厂的手机架，对，原厂附的。哦，只要是它上面有杯架的部分，就是可以放，就对了。对，我觉得这很方便啊。对，然后还有包含原厂的 USB。哦，2组的 USB 的插孔。对，它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做充电使用。OK， 这样就符合现在人基本上都要充电、充手机啊、充行动电源等等。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德仕6135C Warrior 黑武士版本好的一个基本的介绍。那大家对于这台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下面留言。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台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台南盐水的德仕公司来看车。好，那我们是清水农机，我们下次见，拜拜。